早安，现在是12点半左右。我今天呢要从我在东京的 share house 搬出去，搬到新家，跟着我一起搬家吧。今天一大早大概6点多就起来，开始整理行李，拖着大概40公斤左右的行李走来新家这边。那在整理行李之前，我们就先来看家里长怎样吧。首先呢，这边是鞋柜，鞋柜还蛮大的但是其实我只有2双鞋子。好好想一下，其他层的鞋柜可以放什么？然后这里有一个很酷的功能，一开始进来的入口这边的电灯，这边如果切到这个切的话，就是一直都是关闭的状态，它就不会亮。然后如果切到中间的自动，只要它也感应到你，感应到人在的话，它才会亮。我就觉得这个还蛮方便的，还蛮喜欢的。这边是放洗衣机的地方，但是我订的洗衣机还没送来，所以要等它送来才可以让大家看放好洗衣机的样子是长怎样。接下来旁边这边就是我的厨房，这个还可以用热水，这边是热水。然后接下来就是普通的冷水，那这边热水的开关是在这边，这里，这边有一个控制室，就这边控制的温度呢，其实就是不仅是厨房这边的水龙头，还有等一下会介绍的洗面台，还有浴室的水的温度都是在这边控制的。我新家的是用瓦斯，不是用 IH 电子炉。好像蛮多人比较推荐瓦斯，是因为可以煮很多热炒料理。我是因为之前都没有什么料理的经验所以对这方面还不知道自己会喜欢哪一种。然后下面这边有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收纳空间，这边里面这个是它原本就有附的，上下可以来放一些锅碗瓢盆的分层这样。然后这边是放菜刀的。好的。哦对，这有一个我觉得还蛮方便的功能，就是这边有一个开关，像是如果你要出门的话，或是你长期不在家的话，你就可以这样的话它就会关了。我们来看看，你看都不会有火跑出来，就像这样就可以确保说是不是怕说出门的时候瓦斯没有关之类的，会有安全上的疑虑。我觉得这个设计还蛮好的，对，给它5颗星。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收纳空间，这是用按压的这边就这样。可是我很疑惑我就人很矮我就够不到最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间好像有等于没有一样，根本够不到。在厨房旁边这里有一个空间，这边呢其实是用来放冰箱的，因为有很多插头可以用。我买的冰箱还没有送来，所以等送来之后呢再拍给大家看。接下来大家看厕所的部分，锵锵！我最喜欢的免治马桶在这边，这边有可以洗屁股的功能，没有用免治马桶洗过屁股过，因为觉得感觉好像会喷到自己的衣服。然后日本的厕所还有一点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这里，如果你按冲水了之后这边就会有水跑出来，然后你就可以顺便在这边洗手，我觉得还蛮方便的，就不用再另外用一个洗手台去洗手这样。然后上面这边的空间就可以放卫生纸一些生理用品之类的，觉得还蛮够用的。这里是厕所的部分，来看我的浴室，
这是洗面所，这边有灯开起来，早上的时候就可以在这边化妆，然后这边就可以吊毛巾，化妆用品的话就放这边，这边的话一样有冷热水可以选择，然后这边我最喜欢的浴室，我跟你说，为了这个浴室。真的是每个月的房租就是都花在这些地方，都是贵在这个地方。我跟你讲，但是是不是很美？尤其是这个颜色，这个预设这个配色，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给100分，真的。浴缸，那现在夏天的话，我应该不太会泡啦，但是冬天的时候，就是晚上泡个澡就觉得很好入睡。这里有一个控制室可以控制，像是这个比较特别，是衣类干燥，你就可以把你刚洗好的衣服。放在这边，整个浴室干燥，然后还可以顺便烘干衣服，赞。然后最后是房间的部分，这里的话呢是收纳柜，我觉得这个收纳空间还蛮小的，我还在想这一块要怎么收纳会比较好。这里是我今天搬来的行李，日本还蛮方便的。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对讲 TV 对讲机嘛，那如果有客人来的话呢，这边就有一个通话，按这边通话的话就可以跟另外一边的人讲话。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开锁，如果你按的话，大门就会自动打开，快递人员啊，他就可以直接进来这样。点灯啦，亮了，名字关掉。那它连关的时候都是循序渐进的关，现在是最亮嘛，给它按一点点，你看有注意到吗？以上就是今天的人作空屋版本的人作，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的新屋子呢？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满意啦，就是跟我上一个住的 share house 的环境。整个相比起来，真的是差太多了。家里布置的更完整的一些的时候，我会再拍一个 retour 给大家看。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想要看的影片的题材的话，都欢迎留言给我。我也会在我的 IG 更新我的东京生存日记。如果有什么消息，打工的啦，在生活上有什么心情抒发的话，全部都会更新在 IG。所以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去追踪一下。差不多要来整理行李了。天啊，现在是没有开灯的状况，光线就是很好果然放在这边是值得的。